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分享有趣的经历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遇到过，比如说你想夸人，想夸人，结果对方表情奇怪。对啊，或者本来想表达关心，结果别人觉得你有点多事。哈哈哈，对，这种经历真不少。我就有很多这样的有趣故事。是不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呢？可能是吧，语言也有意思。同样的话，意思可能差很远。所以说，分享这些经历很重要。我也觉得能学到很多东西。比如，我上次想帮朋友搬家。搬家怎么会有趣的经历？我问他需要我帮忙吗？这很正常啊，很有礼貌。但他却一直说不用，不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客套话。我当时以为他真的不需要。结果你没帮，他有点失望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想我坚持一下。哈哈哈，这真的是很经典的。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。对啊，这算是文化差异吧。你有没有类似的有趣经历呢？我有，关于说谢谢的。哦，谢谢还能有什么问题？我去买东西，店员帮了我。你肯定说了谢谢吧？对，我说谢谢，他说不用谢。这很正常啊，礼貌的回应。但我总觉得他好像不太高兴。为什么呢？不用谢就是客气。我以为他觉得我感谢他太多了。哈哈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可能是吧，但心里就是有点不安。这就是我们聊的有趣经历。对，有时候一个小细节就很有趣。分享出来，大家就能理解更多。以后碰到这种事，我就懂了。还有些话听起来很直接，但实际上是另一种意思吗？比如你说你吃了吗？这不是问吃饭了没吗？多数时候他只是打招呼而已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以为。所以别真回答我还没吃。哈哈，我会记住这个经验。这样的经历特别值得分享。是啊，下次再多聊聊这些吧。肯定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。期待更多特别的经历。对，比如语言背后的小心机。小心机，听起来很有趣啊。我有一次被夸奖，你真棒。然后你当时怎么回答的？我直接说谢谢，以为对了。难道不对吗？那要怎么说？对方却说哪里哪里，我懵了。哈哈，我也常常听到这个词。对，它其实是一种谦虚的表达。哦，原来是谦虚，不是真的问。比如被夸奖，中国人会这样。我还以为是问哪里做错了。是啊，这种文化差异很有趣。真是个有趣的语言陷阱呢。对，还有句随便也是如此。随便，这个词也很常用啊。但它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呢。真的吗？我以为就是都可以。有时候是无所谓，
看情况。那怎么判断是哪种意思呀？主要看语气和当时的情境。这需要一些生活经验了。没错，这正是我们分享的价值。想到一个，别人给你夹菜时，哦，你说客气的推辞一下吗？对啊，这是不是一种礼貌呢？绝对是。你们也这样吗？有时拒绝几次才显得诚意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谦让美德。原来如此，这是文化习惯啊。没错，直接接受会显得不够客气。我第一次看到时觉得很奇怪。还有人会用不麻烦来表达。不麻烦，在什么情况下呢？比如你帮了他忙，他这样说。这不是客气话，而是真心的。不完全是，也有谦虚的成分。哇，中文的表达真是太丰富了。还有一些话听起来很严厉，但其实是开玩笑或者鼓励吗？没错，比如长辈说你太笨了。哈哈，这真的很容易误解啊。实际可能是对你的喜爱呢。哎呀，这太考验情商和语境了。所以别只看表面意思哦。没错，越聊越觉得有趣。是啊，下次聊聊更复杂的。感觉下次能聊更多深入的。对，比如更复杂的人际相处。对，比如更复杂的人际相处。这听起来就很有趣。是的，像中国人很看重面子。哦，这个我听说过，很难把握。没错，这关乎一个人的尊严。所以说话做事都要很小心。对，比如拒绝别人的邀请时，不能直接简单的说不吗？通常会说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哈哈，这就是一种委婉拒绝了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？我有一次请朋友吃饭，他推辞。他怎么说的？是真心不想来？他说太麻烦你了，别破费。这其实是客气话，你应该坚持。哇，原来如此，我以为他真忙。是啊，要听懂话语背后的意思。这种沟通方式真是一种艺术。还有，和长辈相处时更要注意。比如他们给你提建议的时候，他们不会直接说你错了，会很委婉的暗示，对吗？对，会说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试试？这也是为了给你留面子。没错，维护双方关系的和谐。所以面子文化很重要啊。是的，这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。保持关系比对错更重要。你想想，在职场中更是如此。哦，比如领导给的建议，那基本就是指令要执行的。哈哈，这真的很容易误会啊。但表面上他还是会很客气。这种沟通真的很有趣的挑战。我有朋友就因为没听懂吃亏过。哎呀，那后果一定很严重。幸好及时纠正，才没出大问题。所以得多观察，多体会。没错，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。感觉我们聊得越来越深入了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送礼的学问。哦，
那也是一个大学问啊。比如不能送终，不能送离。为什么呢？我有点好奇了。这涉及到谐音和传统观念。哇，这里面有这么多讲究啊！是的，还有不同场合的礼物。感觉下次的分享会更精彩。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的。期待，太想知道更多了。期待，太想知道更多了。哈哈，别急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先说说送终和送离吧。好的，送终是送终谐音。哦，那确实不太吉利啊。对，送离则意味着分离。哇，连水果都有讲究。是的，还有送伞也得避免。伞，难道是散的意思吗？聪明，所以送礼要特别用心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送朋友书。书是好礼物啊，怎么了？他婉拒了，说不能送书。哎呀，这个我就没想到了。是不是只有特定的场合呢？对，要看关系和对方习俗。原来如此，文化差异真大。没错，吃饭的礼仪也很多。比如，筷子不能插在饭里吗？对，那像给逝者上香。哇，这里面有深层含义。大家觉得吃饭时还有哪些？我觉得吃饭声音大小也重要。细嚼慢咽是基本礼仪。夹菜时也要注意顺序和分量。说到餐桌，敬酒也很有趣。敬酒时是不是要低一点？是的，表示尊敬，杯口要低。那如果没有酒，敬水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心意最重要。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情味。没错，礼节是情感的表达。我有个朋友就没注意过。他是不是把筷子敲碗了？哈哈，当然没那么夸张。但吃饭时确实有些禁忌。他只是吃得太快，声音很大。在长辈面前这不太好。感觉有点不给面子。说到面子，这可是大学问。保持面子真的很重要吗？是啊，涉及尊重和人际关系。哇，下次一定要注意这些。不过，更复杂的是称谓。称谓，不就是名字吗？嘿嘿，那可不止名字那么简单。还有什么别的讲究吗？比如对不同亲戚的叫法。哎呀，光是想就头疼了。我们下次再好好聊聊这个。可是，我现在就很好奇了。哈哈，那我们就先聊一点。你看，姑姑和姨妈一样吗？不都是妈妈的姐妹吗？区别可大了，一个是爸爸那边。哦，所以姑姑是爸爸的姐妹。对，姨妈就是妈妈的姐妹。哇，这里面学问真的多。这代表着不同的家族分支呢。是啊，听起来很讲究辈分。我以前就叫错过一次人。真的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把远房表叔叫成了伯伯。哎呀，那对方肯定很尴尬。他脸都红了，我差点没脸。哎，就是面子问题又来了。
还有堂哥表哥的年龄顺序。是说要分清楚谁大谁小吗？对，即使是同年也有讲究。太难了，我感觉脑子不够用。第一次见面，先听别人怎么叫。这个方法倒是不错。你说，大家在第一次见亲戚时，是不是也会小心翼翼地称呼呢？我会的，我害怕叫错人。有趣的是，陌生人也叫叔叔阿姨。真的吗？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那是一种表示亲近和尊重的。哦，就是拉近距离感，真好。比如，小区里的邻居爷爷奶奶。哇，这太有意思了，很实用。还有，地方方言的称谓更多样。天啊，光普通话就够我学的。我去南方旅行，完全听不懂。那是真挑战。他们怎么叫呢？有些地方管姥姥叫外婆。哎呀，这真的容易混淆。所以，了解背景非常重要。得花心思去琢磨这些细节。现在的孩子有时直接叫名字。真的吗？这样是不是不太礼貌？看情况，亲近的可能可以。我还是喜欢规规矩矩的称呼。保持传统也是一种尊重。真是学无止境，太深奥了。是啊，称谓只是冰山一角。我想到过年时拜年的顺序。哇塞，听起来又是一大挑战。那个规矩更多，更讲究。那我们下次得好好聊聊。是啊，拜年顺序也很复杂。比如，先给谁拜年呢？通常先给长辈，然后平辈。那要是亲戚很多，怎么办？就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了。哇，这像是在做任务。有时得跑好几个地方。我小时候最爱收压岁钱。哈哈，压岁钱是惊喜。现在给孩子发，有点舍不得。也是一种传承和祝福嘛。感觉过年的仪式感好强。还有送礼物的讲究呢。送什么也有大学问。有些东西不能随便送的。比如钟表不能送，对吗？对，因为送钟谐音。哎呀，这真是禁忌。还有梨子也不能送人。为什么梨子也不行呀？因为梨和梨同音。分离的意思太不吉利了。所以要格外注意这些。真的处处是学问呢。了解这些能避免尴尬。我以前都没想过这些。也是慢慢才积累的经验。感觉过年真是充满智慧。每个细节都有文化内涵。难怪大家如此重视春节。对，它代表团圆和希望。我特别喜欢过年的气氛。孩子们也特别开心。还有热闹的年夜饭。那也是一大重头戏。围坐一起，热热闹闹的。家人团聚是最重要的。感觉很温馨，也很幸福。对，这就是家的味道。聊着聊着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今天真的发现，中文里的小称谓
背后藏着大智慧。那些传统礼节也让生活更有味道。那么大家过年时有没有遇到称谓的困惑呢？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拜年习俗吗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有趣经历和疑惑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我们很期待。下次我们聊聊春节餐桌上的礼仪，又有哪些有趣的讲究和禁忌呢？希望大家有所收获。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分享更多文化故事。